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最终季前情提要。为了解决无限地球危机，奥利弗前往多元宇宙执行任务，成功得到了监视者所需要的矮星粒子，但因为自己的介入，地球2被反物质抹除，罗罗活了下来。重返地球以后，奥利弗开始调查监视者的真实身份。通过古老的刺客联盟，奥利弗找到了一些记载，原来危机的出现与监视者脱不了关系。就在此时，一道白光拂过，2040年的2代绿箭小队被传送到了2019年。当得知自己消失的未来，星城依旧腐败，儿女依旧在受苦后，奥利弗愈发内疚了。同时，罗罗也面临了一个监视者给的难题，他有能力恢复地球2，前提是罗罗背叛奥利弗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奥利弗忙于提升女儿的剑术，将自己的技巧倾囊相授。威廉则是查出了克里斯提到的那个俄罗斯将军布罗夫。布罗夫曾研究过脉冲波发生器，布是唯一能够给发生器提供能源的元素，所以第一步还是得偷到布元素。迪哥请来了修理工杰森，罗伊一直在寻找赎罪的机会，甚至为此离开了西亚。当他得知这次危机史无前例后，选择了回归。两人前往了军事仓库。这一路上，迪哥把未来的事情说了一遍。2040年的孩子们孤立无援，菲利西蒂引导威廉不远万里寻找罗伊，为了什么？因为罗伊永远值得信任。取货的过程并不顺利，但罗伊已寻找到了抑制拉萨路泉水副作用的办法，那就是重新成为军火库。另一边，奥利弗带着威廉和米娅赶往了俄罗斯。在上次解开矛盾之后，奥利弗和阿纳托利的关系恢复从前。在当年找兄弟会的兄弟帮忙，兄弟会的兄弟们一定会帮兄弟的忙。可如今阿纳托利早已被逐出，自己开了个小酒馆，也挺悠哉。没了兄弟会这个靠山，阿纳托利寻找布罗夫将军费了些力气，但他现在位于血域，那是兄弟会掌管的地下搏击场。米娅在相同的地方摸爬滚打过，所以向父亲申请出战。可兄弟会不比普通组织，奥利弗不希望孩子们有危险，所以不顾米娅的想法，自己做了决定。在血域的包厢里，奥利弗见到了布罗夫将军。脉冲波发生器这个项目他早就放弃了，这种东西不可预测。布罗夫手里还有当年关于发生器的数据，奥利弗想要也不是不可以，除非跟血域的冠军打手打一场，赢了就拱手送上，这对奥利弗来说是轻而易举。就在此时，米娅和威廉偷偷溜了进来，看见孩子们后，奥利弗分分钟解决了战斗。父亲残暴的一面震撼了米娅的内心，万万没想到有一会儿兄弟会成员突然包围了奥利弗，连带一起的还有米娅。绿箭与兄弟会的恩怨还深着呢，带头人奥列格一枪崩了布罗夫将军，随后绑架了奥利弗父女。醒来后被反手绑在了地下室。兄弟会想知道数据里的内容是什么，奥利弗本不想回答，但为了保护女儿，还是说出了内容。兄弟会为了确保奥利弗说的是真的，他们逼迫米娅进行一场游戏，如当年一样，敲响铃铛就算获胜。米娅清楚这是他们父女唯一的机会，她冲了上去，血拼数名猛男。虽然最后获胜，却没有敲响铃铛。奥列格确定他们没有说谎，便拿走数据，打算研究一番。趁地下室无人，奥利弗掰断了大拇指，挣脱了捆绑，在罗罗和阿纳托利的援助下逃了出去，还得想办法从兄弟会手里夺回数据。潜入是不太可能了，奥利弗和米娅的面孔太熟，所以他们准备反其道而行之。奥利弗和米娅参加血域搏斗，以此来吸引所有人注意。罗罗他们趁这个机会寻找奥列格，并拿回数据。绿箭父女对决死亡6人组，这场赌注前所未有，所有人被吸引到了铁笼周围。罗罗哈纳托利顺利制服了无人保护的奥利格，并且成功夺回了数据。另一边，奥利弗父女全程吊打6人组，而他们心里清楚，兄弟会不可能轻易放自己走。父女俩利用烟雾弹巧妙逃出了血域，这样一来，奥利弗、迪哥2个组队都完成了任务。借着庆祝的时间，奥利弗把自己那5年的经历当成故事讲给了孩子们听，促进了一家人的感情。夜里，罗罗主动找到了莱拉，他想传个话给监视者，自己绝不会背叛奥利弗，并把莱拉投靠监视者的事说了出来。奥利弗跟迪哥震惊之余，脖颈一阵刺痛，3人全部昏倒在地。电视上的比赛吵醒了奥利弗，紧接着就是威廉3个孩子说笑着进了屋。奥利弗问起昨晚的事，孩子们纷纷表示是场误会，而且昨晚奥利弗还说以后不需要脉冲波发生器了。在孩子们看来，奥利弗就像是失忆了。提醒之下，奥利弗蒙着圈参加了一场捐献晚会，里面的熟人用绿箭的身份打趣着奥利弗，服务员一不小心撞了他，奥利弗也是微笑解围。在这儿，他终于见到了迪哥，便再次问起了昨晚的事儿。迪哥表示那都是2天前的事儿了，那的确是一场误会。紧接着，瑞内拉走了奥利弗，市长还等着跟奥利弗谈话呢。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奥利弗回头望去，眼前人竟是昆汀。
就好像这2年都是一场梦。奥利弗自首进监狱，迪亚兹枪击昆汀的事确实发生了，但幸运的是，昆汀被抢救了过来。没谈几句，一个新闻引起了众人的注意：警局发生绑架案，劫匪要求监事长谈判。奥利弗生怕昆汀再次遇难，换装绿箭后陪同赶到了现场。此时，戴娜正在申请 FBI 的支援。经验老道的昆汀打算穿着防弹衣进去谈判，人质可等不了那么久，而他唯一的支援就是奥利弗。昆汀顺利进入警局，劝说劫匪冷静一点。奥利弗已经清理了外面的看守，从背后袭击制服了劫匪，却没想到劫匪说了一句：“结束这一切的办法就是你别再插手。”说完就引爆了炸弹。电视上的比赛声吵醒了奥利弗，紧接着就是米娅、康纳、威廉3个孩子说笑着进了屋。奥利弗问都没问，就前往了募捐晚会。里面的熟人用绿箭身份打趣着奥利弗，奥利弗一个走位躲过了服务员，直奔迪哥面前。他怀疑监视者建立了一个什么死循环。迪哥以为兄弟疯了，让他完事后多休息一阵。奥利弗绕过瑞内找到了昆汀，也许只有昆汀会相信自己的话。奥利弗知道昆汀接下来要说的话，所以直奔主题。一会儿有一场爆炸，劫匪会逼你出场谈判。说到这儿，昆汀就已经相信了奥利弗。平行宇宙有速度快到扭转时间的拜瑞，没有什么事儿他会感到震惊了。根据上次的记忆，奥利弗断定炸弹被埋在了地下，所以这次他们将会分头行动。在昆汀进去谈判时，奥利弗来到了地下室，意外地看到了 Laura。原来2个人被困在了同样的循环里。Laura 也猜出炸弹被埋在地下，看来这个世界只有他们是知情人。当 Laura 听说昆汀还活着，非常震惊，但现在为时已晚。2人相约第3次循环是在宴会见面。说完，炸弹爆炸。这次奥利弗比电视醒得早，直接绕过了孩子来到了宴会。里面的熟人还没有说话就被奥利弗怼了回去，熟练的绕过服务员和迪哥。奥利弗直接找到了昆汀，重新解释了一遍。Laura 也准时到场，他抱住了昆汀，久久未语。3人直接来到案发现场。Laura 拉着戴娜前去拆弹，奥利弗把昆汀留在了现场，独自一人清理了警局的劫匪。一切仿佛有了改变。就在此时，一声枪响，昆汀倒在了血泊中。来不及阻止这一切的奥利弗再度苏醒，没有多余的废话，直接去找 Laura。看来昆汀一死就会触发循环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保护起来。Laura 把父亲送到了地堡，重复解释了一下来龙去脉。他始终无法忘记当初昆汀为自己挡子弹的场面。眼前这个男人虽然是地球1的昆汀，但他却是 Laura 唯一的亲人。在劫匪还没有行动前，奥利弗就带着迪哥赶来拆弹，并且反向追踪到了劫匪的窝点。所有人赶到了这间仓库，却发现一切都是陷阱。好在奥利弗反应极快，救下昆汀。此时莱拉站在众人面前，他告诉奥利弗：“你误错了重点。”说完，开枪射杀了昆汀。时间重启，醒来后的奥利弗极度失落，他始终搞不懂监视者要表达的东西。奥利弗和罗罗都要崩溃了，一次又一次地看着昆汀死去，这种循环太痛苦了。3人再次赶到了劫匪窝点，奥利弗提前拆除了陷阱，通过屋子里的笔记本查出了幕后真凶的身份。他们抵达了真凶所在的码头，不料刚一进门，昆汀就惨遭枪击，奥利弗杀出一条血路，但昆汀已经扛不住了。Laura 这次彻底崩溃了，她无法承受多一次的失去。Laura 将所有心里话说了出来，在这最后时刻告别了父亲。昆汀阵亡的那一刻， Laura 也选择了放弃。循环开始，奥利弗没有再看 Laura， 所以他只能独自一人拯救昆汀。莱拉转告他，结束这一切的办法就是你别再插手。可奥利弗根本不想停，他重新和昆汀赶到了码头，势必要将罪魁祸首抓住。可奥利弗得到的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失去。这一刻，昆汀明白了，虽然他无法记住循环前的事儿，但是不得不承认自己死亡是注定的。昆汀希望奥利弗能够接受现实，也许需要被拯救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奥利弗。在这一次的循环里，奥利弗没有急着去抓捕罪犯，而是和昆汀开心地聊了起来。难以想象7年前的死对头，一个代表黑暗，一个代表光明，这2个人如今会亲如家人。奥利弗很感谢这么多年了昆汀对自己的支持，也许是时候该放下过去了。奥利弗告别了昆汀，这次他没有插手去管劫匪的事儿。终于，奥利弗逃出了循环。结束这一切的办法就是你别再插手。监视者大费周章就是想告诉奥利弗一个道理：你改变不了昆汀的命运，正如你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。矮星粒子、王博士亦或是反物质武器，他们的出现都是有理由的。奥利弗彻底释然，接下来是他命运中的最后一项任务，重新见到昆汀，是 Laura 没有背叛奥利弗的礼物，而认清命运是奥利弗保护家人的唯一办法。此时他们来到了最终任务点炼狱岛，这也是奥利弗旅程的起点。扭转危机的武器将在炼狱岛上制作，这期间王博士已经借助矮星粒子设计了图纸，作为唯一能源的布。此时戴娜、罗罗和瑞内正在送来的路上。最近这些天里，炼狱岛地下传来了几次能量脉冲，
这让当年被普罗米修斯炸毁的炼狱重新恢复生机。因此这股能量就是关键，是从危机中存活下来的关键。奥利弗没有告诉过儿女自己会在危机中牺牲，因为他始终相信自己有能力抗争命运。但之前的经历让他想明白了，有些东西不是放弃，而是顺从。运输部的飞机已经靠近了炼狱，这是罗伊人生中第一次来到炼狱，感觉在这度过余生也不错。此时一枚防空导弹袭来，飞机的侧翼被击毁，坠落到了炼狱深处。看来这个岛上还有其他存在。威廉定位到了坠毁地点，莱拉选择赶去救人，毕竟他也没有想到炼狱有敌人。奥利弗和罗罗前去寻找散落的布，原本是想带着女儿来的，但自己的命运得让孩子好好消化。罗罗一句话让奥利弗顿悟了，这座岛上埋了太多悔恨，不能再有更多了。莱拉这边顺利救下了瑞内和戴娜，可洛伊却没有下落。同时奥利弗也找到了布，就在准备离开时遭到了敌人袭击。奥利弗绝没想到这次的敌人竟是12年前就该死绝的爱德华。看来之前爆发的那股能量不仅能复苏岛屿，还能复苏死人。奥利弗让罗罗带着布先回去，他必须再次阻止爱德华的计划。在丛林中，奥利弗听到了拉弦的声音，他本能的反应接住了飞来的剑，定睛一看是师傅姚飞。能量只复活了最早的那些人，这些人不包括小东。爱德华是奥利弗和姚飞共同的敌人，自然也该由他们来解决。二人不幸踩中陷阱，看着奥利弗拿刀尝试割开编织钢制成的绳子时，姚飞感觉一切回到了当年。奥利弗依旧是那个没有耐心的孩子，他教会奥利弗的第一件事就是生存。生存的意义是精神长存，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，和儿女们尽量多待在一起，这就是奥利弗现在还需要做的生存。说完，姚飞掏出了放大镜，汇聚了太阳光，没多久就烧断了绳子。另一边，迪哥等人终于找到罗伊，却发现罗伊的右手被起落架压得死死的。不幸的是，飞机的燃料正在泄露，随时会被电火花点燃，但起落架他们根本搬不动，而且他的手臂早就失去了知觉，恐怕手臂是保不住了。迪哥不想让兄弟面临极致，可罗伊清楚，让所有保住性命的办法就是砍掉自己的手。迪哥紧紧地握着罗伊的左手，随后康纳手起刀落，罗伊的命保了下来，必须尽快止血急救。迪哥的眼泪忍不住打转，若不是自己去找罗伊帮忙，罗伊根本不会变成这样。而罗伊心里只知道肝胆相照，他宁愿和团队死在一起，也不愿意当一个修理工度过余生，代价毫无意义。此时的威廉成功按照图纸组装了武器，加入布之后就可以吸收倒下的能量了。奥利弗和姚飞走了进来，他们必须打败爱德华的幽灵大军，否则一切行动会被阻挠。而想要彻底解决幽灵大军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启动武器，让炼狱岛恢复原貌。奥利弗带领绿箭小队以及姚飞和女儿赶到了营地，他们的任务就是争取时间。可另一边的威廉在武器的程序里发现了一串代码，他们立刻想到了奥利弗。在小队的援助下，奥利弗成功脱身。当他拿起能量球时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威廉预测了基因密码，发现真正能够开启武器的是莱拉。原来监视者所说的武器是莱拉本人，他握住能量球，顷刻间幽灵大军烟消云散，而莱拉走进了传送门。在危机到来的最后时光里，奥利弗逐一告别。懂事的威廉能够理解父亲的用心，他答谢了绿箭小队这些年来无条件的信赖，以及在背后默默无闻的迪哥。奥利弗走到了女儿面前，这是他最愧疚的人。一个孩子在没有父亲的陪伴下长大，要面对多少苦难。此时天空一片血红，无限地球危机已经到来。在这最后的故事里，奥利弗为了百姓战死沙场，成为了幽灵，成为了扭转战局的关键。他点燃了火花，而楷模们煽起了火焰。在这时间之初，奥利弗独自一人对抗着反间使者，爆发了体内的全部能量。随着奥利弗的牺牲，全新的宇宙诞生了。他完成了使命，守护了家人，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奥利弗的牺牲让很多人重新复活，其中有他的妈妈，有汤米，有昆汀。很多人都来到了奥利弗的葬礼上，他总是说，为了守护星城，自己必须要成为另一个存在。每一个人都以为他说的是绿箭，直到今天他们意识到，奥利弗一直都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而奥利弗的确如此。他虽然离开了，但生活依然要继续下去。他所留下来的使命需要传递，会传递到其他地方，哪怕是其他世界。这个时代结束，但奥利弗并不孤独。2040年，菲利西蒂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，这条路的尽头有个最爱他的人等待着。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到此完结。